美了吧，大家好 ，Welcome to Gazimagusta， 欢迎来到法马古斯塔。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最大的港口城市。关于这座城市的传奇故事有很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奥赛罗》啊？法马古斯塔就是奥赛罗故事的发生地，所以这里被称为奥赛罗之城。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条经典的城市徒步路线，就是沿着威尼斯古城墙走到圣尼古拉东正教堂的这一段路。法马古斯塔大部分的古迹都分布在这里，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看。Let's go！ 这里就是威尼斯古城墙了。法马古斯塔老城就坐落在古城墙的内部，这是威尼斯人在世界上留下的又一个独具特色的防御工事。600多年前，威尼斯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战，土耳其人付出了5万将士阵亡的代价，攻克了法马古斯塔。随后，希腊裔人和威尼斯人便被逐出了这座老城。来自安塔托利亚腹地的土耳其人填补了老城的空缺，城中的教堂也都被改建为了清真寺。如今，古城的护城河早已干涸，可雄伟的城墙却依然完整。法马古斯塔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现在古城内的所有历史建筑都是由达芬奇和他同时代最优秀的建筑师所设计的，所以他在地中海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历史文化中都占据着无与伦比的地位。12世纪，这里成了法国鲁西尼昂家族统治下的塞浦路斯王国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地中海的商队会在这里中转停留，所以整个法马古斯塔变成了当时那些商人的社交与享乐之城。风靡欧洲的哥特式建筑也在那个时候被带到了这里。由于这座港口城市曾经有过极度的繁荣，当时商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教堂，据说当时1年内每个礼拜日都可以不重样的逛教堂，可见当时的教堂有多多了。即使是现在，这里的教堂遗址也有16座之多，只可惜当年的繁荣景象早已不在了。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残垣断壁，几百年前被战争摧毁的建筑并没有修复，也没有重建，甚至都没有被保护起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躺在杂草丛中，有的甚至被当地人改成了商铺。时间仿佛停止在了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古城中最有名的是圣尼古拉东正教堂了，这也是整个塞浦路斯岛上最宏伟的一座教堂。
精致的外墙雕刻与装饰如此的完美，很难想象这是一座400年前曾经被数枚炮弹击中过的教堂。即使是现在看来，和世界上任何一座哥特式教堂相比也都不逊色。只可惜这座教堂早已改成了清真寺，当年接近上帝的尖塔也改成了接近阿拉的宣礼塔。教堂的内部和基督相关的一切早已被清除，曾经布满壁画的墙壁被漆为白色，圣像被清真岩所取代。这让我想起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二者的命运是如此的相似。我想问，在掠夺来的建筑内祷告真的灵验吗？虽然如今的法马古斯塔早已不是当年那座繁荣的港口城市了，古城内也没有太多的娱乐，但当地人慢节奏的生活还是让我很喜欢这座小城的。有那么多的古迹和当地人的生活融合在了一起，餐厅、咖啡厅、酒吧，甚至政府机构就这样随意地分散在了这些古迹之间。傍晚的时候沿着城墙根散散步，遛遛狗，逗逗猫，走累了就爬上城墙吹吹地中海的晚风，渴了就在街角的酒吧喝上一杯周杰伦的 Mojito。 这样一座和谐的城市，你不想来看看吗？行，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那咱们下期见吧。过来过来。